这世界共有52种异能卡牌，有人获得黑桃 Q 直接化身枪炮大师，有人获得方块钩躺平便能无限爆金币，而我却获得了复刻一切异能的隐藏王牌。但此时我却双手戴着手铐，即将被特警关进大牢。只因身为魔术师的我，在街头表演了一场停电魔术，却被安全局认定我是异能者。而这个世界只有18周岁的贵族才有几率获得神明的恩赐，被赐予一张异能卡牌，因此贵族被禁止在平民面前施展魔法。尽管我一再表示自己才17岁，而且并不知道什么异能者，奈何对方根本不相信，势必要将自己送进去吃一颗花生米。情急之下，我抬起双手便要挣脱，特警见状连忙伸手向我抓来，可下一秒手铐却直接扣住了特警的双手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只见特警闭上双眼，口中默念方块化万象凡物皆两段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手铐竟然直接碎成了2段。见状我顿时一脸懵逼，询问对方难道也是魔术师不成？但特警却拿出了一张方块2，这是我的神牌异能，世间万物皆可一分为2，亮出你的神牌异能吧。我心中顿时一阵无语，自己哪有什么神牌，这些都是自己的魔术手法而已。可下一秒随着时钟走向24点，我的身上顿时泛起一阵光芒，一张扑克牌竟缓缓出现在我眼前。我一把接住此牌，只见上面画着一张精致的小丑图案。此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串信息：神牌 Joker 唯一，异能拥有其他所有扑克牌的异能，异能触发条件隐藏，检测到此刻触发条件达成，正在随机抽取其他异能。随着一道白光闪过，此时我手中的扑克牌慢慢变成了一张梅花 K。 神牌梅花 K 异能更改事件发生的概率，注意此神牌使用一次异能后变回 Joker。 此时特警看到我身上的变化一脸震惊，他没想到眼前的少年竟然刚刚觉醒神牌，尤其看到我手上的梅花 K 后，特警的神情立马变得十分恭敬，随后便十分客气地将我送出了警局。回到家后，我再次拿出梅花 K， 既然这张牌可以改变事件的概率，那如果自己将彩票中奖率调到100%，岂不是直接一夜暴富？不过概率异能只能使用一次，自己必须谨慎使用。很快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一位红衣女子找到了我家，女人名叫陈云，乃是龙国贵族学校的导师，此次前来则是邀请我进入龙国贵族学校。我心中疑惑，龙国贵族学校乃是龙国最顶尖的学府，而且这所学校只收贵族，但自己只是一个平民，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。陈云取出了一张方块5的神牌，此时我才明白对方也是异能者，自己能被贵族学校破格录取，想必也是因为自己获得了神牌的缘故。紧接着陈云丢给我一箱100元大钞，这是学校给你的入学奖金。从小无父无母孤苦无依的我，哪里见过这么多钱，当即便同意了陈云的邀请。随后陈云伸出手臂让我抓稳，紧接着双眼紧闭，口中默念方块化万象5为定归途。霎时间我只感觉自己被挤入了一个狭小的空间，周身的景象也在慢慢消散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栋宏伟的学校。这就是我的神牌能力传送。今天正好是新生入学的日子，你需要通过3项入学测试，而第1项则是血统检测，只要新生体内的魔素水平不低于3，便能顺利通过检测。而此时前方的人群传来一阵惊呼声，叶灵天魔素水平11，神牌方块8合格。要知道魔素水平达到10点，就能使自己的神牌飞升1级，但大多数学生直到毕业都无法让神牌飞升，但此人竟然起步就是11点魔素，不愧是4大贵族之一的叶家，天生血脉就比我们小家族强。可还没等众人的情绪平复，一位戴着黑色口罩的女孩检测出15点的魔素水准，神牌更是罕见的黑桃 Q。 我心中疑惑，神牌 Q 和其他点数有啥区别？此时一旁名叫张扬的新生向我解释，勾 Q K S 这4个点数的神牌异能通常十分强大，据说神牌勾象征着骑士，神牌 Q 则象征着公主，而神牌 K 更是象征着国王。至于神牌 S 据说还没出现过。听完张扬的解释，我顿时一脸无语，按照这个逻辑，自己觉醒的大王牌岂不是象征自己是个小丑？不过此时还有一件事情令我担忧，自己一介平民能否通过血脉检测？随着其他新生陆续完成测试，很快便轮到了我上台检测。魔素水平43，神牌梅花 K 合格。随着仪器报出我的检测结果，方才吵闹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震惊得目瞪口呆，就连一旁的几位导师也都微微失神。梅花花色的神牌啊，整个龙国已经许久没见过了。而此时其他学生也都回过神来，众人齐刷刷向我围了过来，纷纷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社团。就当我不知所措时，远处传来一道通知声，第2轮检测开始。我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随后便朝着检测点跑去。而第2轮检测是对资质的测试，需要2位新生进行1对1比拼，系统会对2位学生的表现进行资质评估。而此时我的对手是一名头戴斗篷、身穿黑袍的神秘人。随着2道光芒落在我们身上，很快我们便被传送进入一间教室，教室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，而我和黑衣人则是面对面坐在桌前。此时一道机械声音响起，本轮测试主题为运气，考核内容为俄罗斯轮盘赌，手枪共有6个弹槽和1颗子弹，2位同学需要拿起手枪对准自己扣动扳机，被子弹射中的人将会淘汰，注意请不要离开座位，否则身后的刺刀会立刻将你淘汰。我心中疑惑，做个测试难道还要赌上性命？系统似乎听懂了我的心声，屏幕上再次浮现一串文字，考场为智能模拟，拥有安全保障装置，考生不会受到实质伤害。看到这我心中才放下心来。此时我慢慢的开口，这位同学，是你先来还是我先？而此时的考场外，陈云气喘吁吁的冲进考场，要求立刻终止检测，因为有一名骷髅会的杀手混了进来，企图杀死一名新生。闻言负责考核的学姐立马将考核系统中断。此时正在考核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传送而出，陈云看到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但下一刻操作面板的女生顿时发出一声惊呼，有一个考场失灵了，测试内容为俄罗斯轮盘赌，枪里的子弹被换成了真的。听到此话，陈云顿时急了，快将他们传送出来，没有安全保障装置的话，若被子弹射中可是真的会死的。但此时女生却发现考场已经不受控制了。此时考核教室内，黑衣同学率先拿起手枪，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，咔嗒一声，黑衣人扣动扳机，
第一枪空枪，我心中暗自惋惜。随后我接过黑衣人手中的手枪，触感告诉我这把枪似乎是真枪。此刻我不由得怀疑，若是这把枪打中自己，自己真的会没事吗？此刻枪内还剩5个子弹槽，自己中弹的概率是1/5。我闭上眼对准自己扣动扳机，只听咔嗒一声，很幸运我并没有中弹。可我刚准备把枪递给对方，考场内的系统音突然响起，突发考题发放，请此刻持枪的同学完成一个小任务，任务成功方可转交手枪，否则必须再次朝自己开枪。而此时考场外的所有人全都盯着大屏，屏幕上正是自己在教室内的考核画面。此时陈云眉头紧皱，他清楚地记得运气测试题，并没有突发任务的设定，显然这个突发考题是刺客有意安排。而此时教室内的我也是眉头紧皱，怎么会刚好轮到自己的时候就要多做一道题呢？此时系统音再次响起，请在5秒钟内找到红色物品放置在桌子中央。我迅速环顾考场，整个教室十分朴素，除了桌以外根本没有其他物品，显然这个考题是在针对自己。不过就在倒计时结束的最后1秒，我直接咬破手指，将一滴鲜血滴在桌子中央，检测到红色物品考题完成。我面无表情地将手枪递给对面，随后开口问道：“这位同学，你好像对突发考题一点不意外，而且你的装扮似乎不像学生，还有你为什么一直藏着自己的脸呢？”黑衣人并没有理会我的问题，而是接过手枪，毫不犹豫扣动扳机。第3枪再次空枪。我的确不是学生，但我和你并没有仇怨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我眉头紧皱，接过手枪，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猜测。这个教室内的规则已经被你改动了吧？还有你接到的命令又是什么？此时中弹的概率已经来到了1/3，但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扣动扳机。刺客黑衣人目露凶光，我的任务便是杀了你。可惜这一枪还是没中，不过没关系。随着黑衣人话音落下，教室内系统音再次响起，再次突发考题任务。请持枪者在5秒内回答接下来的问题，若回答错误，需再次朝自己开枪。请问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此时我大脑飞速运转，人这一生重要的东西太多了，例如生命、爱情、财富。1000个人可能有1000种回答，显然这是一道送命题，根本不存在正确答案。不过就在倒计时来到最后2秒时，我突然想到系统说的那句话，若回答错误则必须朝自己开枪。那倘若自己答出一个绝不会错的答案，沉思片刻后，我立刻开口说道：“我的回答是错误的。”听到这个答案，系统明显愣住，随后便判定通过任务。而此时考场外的学生全都一脸懵逼，怎么就回答正确了？李云解释道：“我的回答是错误的。”这句话系统如果判定其错误，那就代表他的回答是正确的。没想到这个家伙这么狡猾，能想出这样取巧的答案。而此时教室内的黑衣人显然没想到我能过关，脸色逐渐变得阴沉，因为此时枪内还剩下2个弹槽，中弹概率已经达到了1/2。黑衣人缓缓抬起手枪，咔嗒一声，第5枪依然空枪。此时枪内还剩最后1个弹槽，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。我心如死灰，将手枪对准自己，反正我也要死了。你可以告诉我是谁要杀我吗？黑衣人摇了摇头，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。我再次追问，是我认识的人吗？他也在这个学校里面吗？听到此话，黑衣人的脸色明显变了。我知道自己这是猜中了，但我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些贵族？你真的不记得你的父母了吗？我的父母。此时我想起自己从小做的一个噩梦，梦里父母被一帮坏人杀害，而年幼的我只能躲在床底瑟瑟发抖。不过母亲临死前似乎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，但那句话的内容自己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。父母的血仇，神秘的杀手。此时求生的欲望在我体内蔓延，我身体尽本能的开口：梅花力万法君王定天律。霎时间，我口袋内的扑克牌变得无比滚烫。此时我脑海中浮现一串文字：梅花 K 无条件更改事件概率。只见一个数字在我眼前疯狂跳动，最后数字从100减少到了0，而这个数字就是子弹发射的概率。此刻我的脸上充满了自信，我是一个魔术师。在我多年的表演生涯中，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魔术没有失败，只是你掉入了我精心设计的陷阱。我毫不犹豫扣动扳机，咔嗒一声，第6枪空枪。黑衣人顿时懵逼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组织不可能出错的，或许子弹卡壳了，或许枪里压根没子弹，又或者是我变了一个精妙的魔术。黑衣人拿起手枪对准自己，这一刻他的声音开始颤抖：你很聪明，但是却不懂得藏风。若你表现得愚钝一点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，可是你却显露出了和血统相匹配的素质，所以你必须要死。这场对决我背后的人也在看着，若是我死了，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杀手来取你性命。说完，黑衣人便扣动了扳机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黑衣人应声倒地。此时系统声音响起：检测完成，即刻将您传送出考场。随着一道白光落下，下一秒我便从头盔里传送而出，而此时我却发现周围正有无数双眼睛看着自己。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还好你没事，你刚刚杀死的可是骷髅会的杀手，骷髅会在你之前可是从未失手。出于对我的安全考虑，陈云决定安排人手对我进行保护，但却被我拒绝了。而由于此次暗杀事件的发生，第3场测试也被改为入学1周后进行。而此时回到家的我，再次拿出那张神牌，在用掉改变概率的异能后，梅花 K 已经再次变回了小丑模样，需要等待下一次的激活。回想起自己这2天的经历，异能、神牌、贵族学校、神秘杀手，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应该并非巧合，或许这一切都和自己的父母有关，但母亲临死前对自己说的话，自己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很快时间来到第2天，我乘坐地铁前往学校时，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是第2轮检测出黑桃 Q 的女生。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此时前方突然暴动起来，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只触手怪，女孩立马认出了这只怪物，这是骷髅会的杀戮机器，他们会被提前设定好杀戮目标，直到杀死对方。而此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：神牌 Joker 异能触发条件达成。此时神牌再次发生变化，直到化作一张红心七。神牌红心七亦能读取任何人的内心想法。我顿时一阵无语，这种能力对现在的自己似乎毫无作用。而此时触手怪已经朝这边冲了过来，女孩直接动用神牌，
黑桃破万君王女铸神兵，女孩手中凭空出现一把手枪，向着怪物连开数枪，但子弹落在怪物身上却毫无反应。就在怪物冲向女孩身边时，女孩连忙向后闪开。怪物见状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后竟朝着我冲了过来。我心中一惊，不是说好的怪物被设定了目标吗？怎么会朝着自己冲来？我急忙闪开，心中想着如何发动神牌。突然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我的脑海中出现一段口诀，我本能地将口诀念出：红心夺万魄，七情亏真意。此时一段繁杂的声音从怪物口中传出：执行杀戮，王血抹除。我微微一愣，这是怪物的心声，而他口中的王血难道是王族血统？而此时我再次凭借巧妙的身姿躲过了怪物的攻击，距离过远更换目标。此时怪物再次传出一道声音，便向着一旁的女孩冲去。此刻我终于明白了怪物的攻击逻辑，怪物的目标设定是王族血统，会同时对我们两人发动攻击，但距离过远时他会立即更换目标。想到这，我让女孩保持在我和怪物的同一距离。果然怪物愣了片刻便没了反应。我和女孩同时向前挪步，一直来到怪物身边后，我拿出父母留给自己的匕首，一刀便将怪物的头颅砍了下来。女孩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显然没想到我的匕首如此锋利。谢谢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叫苏晨曦，我叫周克，你是昨天觉醒梅花 K 的那个新生。此时女生也认出了我的身份，我微微点头，便和女生一同来到了学校。此刻新生入学典礼场内，舍友张扬见我到来，十分激动地向我八卦起来。听说新生里面有一位王族公主，不知道长得怎么样。我无奈摇了摇头。可当轮到公主上台演讲时，我顿时傻眼了。苏晨曦竟然出现在了演讲台上，没想到早上地铁上相遇的女孩竟然就是公主。很快苏晨曦演讲完毕，台下的叶凌天连忙起身邀请公主坐在她的身边，可苏晨曦却直接将她无视，径直走到我的身边坐了下来，只留下叶凌天独自凌乱。很快陈云导师便上台致辞，由于第3次测试推迟1周，因此第3次测试改成排名制，而且综合检测第1名将会奖励一件神明遗物。听到此话，整个大厅顿时炸开了锅。我心中疑惑什么是神明遗物，一旁的苏晨曦向我解释，神明的遗物属于概念性武器，例如一击必杀的利刃、逆转时空的钟表，又或者起死回生的宝石。此时台上的陈云再次开口，期末测试表现优秀者将获得神牌飞升的资格。闻言全场再次沸腾，就连一向矜持的苏晨曦也都忍不住惊呼。此时我一脸懵逼地看向苏晨曦，苏晨曦向我解释道，神牌飞升可以让人阶级跃迁，从小贵族变成高等贵族、4大贵族、国王，甚至是神明。传说龙国历史上曾有一人将神牌提升至最高等级，直接飞升成为了新的神明。我心中震惊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随着入学仪式结束，我和张扬刚准备返回宿舍，叶凌天却从背后叫住了我。我一般不和低贱的平民说话，但看在你入学表现还不错，我给你个机会当我的小弟。我轻蔑一笑，就凭你还不够资格。说完我便转身离开，自己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，自然不能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。此时学生宿舍内，我翻开神牌异能基础课本，上面记录着52种神牌信息，4种花色13种点数，而每种花色则对应着不同的能力。黑桃专精武力，红心掌控心灵，方块创造变化，梅花扰乱因果。就当自己熟记这些知识点时，张扬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周哥你快看论坛。只见论坛有人发起了悬赏投票，谁是新生考核的冠军，而排在第1名的自然是苏晨曦，票数已经来到了600多，第2名叶凌天票数400多。此时张扬找到了我的排名500出头，一共获得50多票，且全都是新生给自己投的票。但此时一位名叫新瑶的 ID 投了我1票，紧接着又一位高年级的李寒风投给我1票，评论区顿时炸开了锅。4大家族之一的庄家和李家竟然都给这个周克投票了，此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很快我前2轮的考核信息便被扒了出来，评论区顿时沉默了，但紧接着我的票数便急剧飙升，直接上升到总榜第3。周哥你要不要也给自己投1票？我微微摇头表示没兴趣，可是投票有钱赚哦。闻言我立马掏出手机给自己投了1票。时间一晃便来到第3轮测试的日子，此次测试一共分为3个阶段，第1阶段是头衔争夺战，龙国阶级一共划分3个头衔，君王、贵族、平民，积分排名前3者会获得君王头衔，分数前500者则是贵族头衔，至于最后1000名则是平民头衔。越是高级的头衔，在后面2个阶段的测试中获得的优势将越大，不过积分获得的方式需要自主探索。随着测试规则解读完毕，所有新生全部佩戴好头盔，开启传送，一瞬间所有新生被传送到一所空旷的学校。此时一道电子音响起，头衔争夺战考核正式开始。此时我和张扬刚好被传送到了一间教室，而我们的手上不知道何时多了一块电子手表，手表上记录着当前抽取的身份，而我和张扬的身份信息都是平民。我点开平民信息，屏幕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表格，上面写满了人名，一共50行20列，刚好1000人。显然这些人的身份全都是平民，但我仔细核对后，却并未发现苏晨曦和叶凌天的名字。而根据考核员发布的规则，前3名头衔为君王，之后500名头衔为贵族，最后1000人头衔为平民。此时我意识到，每个人的初始分数或许是不一样的，有500多个同学一开始分数就比我们高。此时考场之外，无数高年级学生都在关注着这次考核，在他们的手机上显示着一张分数排名，排名显示苏晨曦和叶凌天的身份均为贵族。而此时教室内，我并没有过多的抱怨，毕竟运气也是考核的一部分。随后我带着张扬前往其他教室寻找线索，可一连查看了10几间教室都没有发现，气得张扬一拳捶在了黑板上。但下一刻，黑板上却浮现出一串文字：以君王之鲜血揭晓终结之律。此刻我的心中有了猜测，看来想要揭晓比赛规则，必须要弄到君王身份的血液
夜才行。就在我思索之际，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只见叶凌天手持利刃，直接贯穿了一位同学的身体，口中更是喃喃自语：只要我杀光分数比我高的人，不就自动胜利了吗？说完，叶凌天便看了一眼手表，随后露出了惊喜的神情，便离开了。此时教室内目睹这一切的我，似乎明白了积分的获取方式。张扬一脸懵逼地看着我，什么方式？获取积分的方式就是杀人。你看刚刚叶凌天的表情，你就知道了。在他动手杀掉一个同学后，他查看了一下手表，随后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，这说明手表上的信息发生了变化。随后他立马离开了，是防止被别人攻击，便立马隐藏了。此时张扬一脸的担忧，我的神牌是红心，根本不擅长战斗。闻言我神秘一笑，别怕，我有办法。我带着张扬来到一处高楼的储物间苟了起来。这个房间的位置十分隐蔽，透过窗口还能看清外面的情况。而随着校园内的人接连被杀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杀人可以增加积分，操场上顿时变得混乱不堪。而我和张扬则是当起了吃瓜观众。突然一道女声响彻校园：你们不要再打了，学校举办这场竞赛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，我们学生之间应该学会包容友爱。女生的话似乎感动了这些人，原本厮杀的众人全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但此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，第一条规则公布：丛林法则，适者生存，分数不会无故增加，而是通过杀戮转移。此刻劝架的女生顿时无比尴尬，你们继续就当我刚刚啥也没说。说罢，女孩撒腿就跑，但却被身后一颗榴弹直接击倒，整座校园彻底疯狂。教学楼、宿舍楼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见状，张扬顿时兴奋起来：周哥，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场表演？先别着急，让子弹飞一会。虽然第一条规则被我们推理出来了，但第二、第三条规则还未公布，我们还需要静观其变。周哥，我记得你只是平民吧？但你这件外套这么好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买的？你说这个啊？我前2天打扫卫生，发现屋子里好多物品用不上了，放着也是浪费，就把它们全挂到了闲鱼。现在还有发布和托管功能，感觉卖闲置更方便了，轻松就回血了好几千。闲鱼真的太神奇了，等考核结束我也去试试。随着时间1分1秒流逝，此刻操场上一名刀疤男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只见男子一刀干掉面前一名学生，随后手上的腕表便传来响声。此刻男子的身份已经晋升为君王。就在男子高兴之余，前方角落传来一道响动，刀疤男立马提刀冲了过去。只见一名小胖子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：大哥别杀我，我就是一破平民，但蚊子再小也是肉。刀疤男二话不说便冲了上去，但此时小胖子却邪魅一笑，只见一块板砖从天而降落在刀疤男头上，但意外的是刀疤男竟毫发未损。小胖子你竟然暗算我，还好我是黑桃系异能刀枪不入。小胖子见状顿时绝望了，没想到自己阴沟里翻了船。可当刀疤男一刀落在胖子身上时，刀身竟被直接弹飞了出去，刀疤男的身体随之轰然炸开。此时小胖的腕表传出一道声响，此刻他的身份变成了君王。就在小胖一脸懵逼之时，又有数道身影向他冲来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当这些人的攻击落在小胖身上时，他们自己的身体便会轰然炸开。而此时目睹一切的我已经猜出这是其他规则生效了。刀疤男出场杀掉第一个人时，他的表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显然他的身份变了，而且极可能是从贵族晋升到了君王。而从小胖子的猥琐的作风来看，他的身份应该只是平民，但刀疤男却被小胖子反杀了，所以第2条规则应该是身份克制。而就在我分析出规则的下一刻，一道电子音再次响起：规则2，阶级压制，君王处决贵族，贵族压榨平民，平民颠覆君王。随着第2条规则公布，考场外顿时炸开了锅。原本不被众人看好的我，竟然连续2次提前猜出了规则。不过此时的苏晨曦和叶凌天积分排名已经来到了400多分，但自己的分数依然停留在10分。所有人都很期待我如何逆风翻盘。而此时的考场内，就当我和张扬正在推理第3道规则时，突然储物间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只见苏晨曦手拿冲锋枪闯了进来，这里果然还藏着平民。张扬本能的大喊女侠饶命，可当看清来人是苏晨曦后，我和张扬全都愣住了。虽说2人和苏晨曦关系不错，但这毕竟是考核，苏晨曦可不打算放水，直接将枪口对准张扬扣动扳机。下一刻张扬便被传送而出，随后苏晨曦便将枪口对准了我。此时我的脑海中传出一道声音，感受到异能触发事件，正在随机抽取神牌。随着一道光芒落下，神牌直接幻化成一张方块8，神牌方块8，异能幻化成为其他人的长相。就当我尽力思索如何利用神牌技能时，苏晨曦的腕表突然响了一下。苏晨曦惊异地看了一眼腕表信息，随后便沉默地放下了冲锋枪口。怎么了，我的女王陛下？是不是刚刚登基了？苏晨曦认命般地丢掉了武器，收下我的性命吧。我缓步上前，却并未动手。我们合作吧，我有办法让我们一起活到最后。片刻后，我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学校操场上，突然一道身影快速向我冲来。可当身影即将靠近我时，苏晨曦却突然跳了出来，直接一顿突突将来人送走。这就是你说的方法吗？让我给你当保镖？我神秘一笑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。可突然苏晨曦发出嘶的一声，只见他的胳膊上出现了一道伤口。我拿出纸巾帮苏晨曦包扎好手臂，顺便将沾有血迹的纸巾收了起来，随后便带着苏晨曦来到藏有信息的教室。我将带有血迹的纸巾擦拭在黑板上，随后一条隐藏信息缓缓浮现：规则3，王不见王，若3王齐聚则比赛立即结束。看到这条规则后，我心中顿时有了一个计划。首先我让苏晨曦给其他2位君王发送信息，第3条规则揭露后让他们在塔楼集合，随后便给苏晨曦安排接下来的任务。片刻后，苏晨曦手持冲锋枪漫步在校园街道上，突然他将枪口对准一旁的草堆。是谁在那里？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。别开枪。
枪是我。只见叶凌天慢慢从草堆中站了起来。公主殿下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好奇您已经成为君王，却不找个地方隐藏起来，不知道您这是要去干嘛？我准备去一个地方，去哪？叶凌天一脸好奇地问道。只见苏晨曦邪魅一笑，去塔楼最高层见见其他君王。说完，苏晨曦便快速离开了，只留下叶凌天一脸懵逼站在原地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君王之间不存在克制关系，也就无法互相攻击。苏晨曦去见其他君王干嘛呢？但下一刻一道电子音响起，第3条规则揭晓：王不见王，若3王齐聚，则比赛立即结束。听到这条规则，叶凌天顿时如遭雷击。若是让苏晨曦和其他2王会面，自己岂不是就没有机会争夺君王了？想到这，叶凌天拼尽全力朝着塔楼赶去。而此时的塔楼之上，苏晨曦默默地摘下口罩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了。只见2道一胖一瘦的身影缓缓走出，没想到真的是公主大人。这下我们3位君王就全部到齐了。没想到我张亮一直是个小透明，居然能在考核考试中排名前列。2人十分激动地向着公主走来。可当3人站在一起后，比赛结束的广播声却迟迟没有响起。此时苏晨曦再也忍不住，直接笑出了声。2人见状顿时一脸懵逼。随后苏晨曦口中轻念，方块画万象8面玲珑颜。只见苏晨曦面容快速扭曲，逐渐变化为一个少年模样。胖瘦2人顿时大惊失色，但不等2人做出反应，我快速拿出匕首，一刀将2人直接带走。随着2人被传送而出，我的腕表顿时传来一道声音：积分1150，身份君王。随后真正的苏晨曦从楼顶一跃而下。这就是你的计划吗？不过你虽然成为了君王，但游戏还没结束，你后面又该如何确保自己的安全呢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这些已经不需要了，因为这场游戏即将在此地结束。随着我话音落下，此时一个气喘吁吁的人推门冲了进来，来人正是叶凌天。由于前2位君王同时被我击杀，之前排名第4的叶凌天此刻已经晋升为了君王。随着一道系统音响起，本场比赛终于落下帷幕。